作为饕餮转世，我生怕把倒霉爹爹吃穷了。然而出生后，我根本不担心自己会饿肚子，因为爹爹和2个哥哥身边总是围绕着一团又一团的黑气，这么浓烈的黑气绝对很好吃。宝物，宝物，饕餮最爱吃的宝物，独一无二的邪物也是宝物啊！我馋得口水流了一地，嘴角不自觉地挂着一抹邪笑。然而落在倒霉爹爹的眼中，就是自家闺女刚出生就会朝他笑，一颗心都要被萌化了。此时我尚不知，因为自己的一个嘴馋的笑，就拿捏了老父亲的心。我忙着动着自己的小手，一手抓着大倒霉蛋的衣服，一手去扣他的手，想让大倒霉蛋快把那邪物拿到我身边来。可惜大倒霉蛋笨笨的不懂我的意思，我急得张嘴哇哇大哭，也不知道冒着橙色光环的娘亲怎么会嫁给大倒霉蛋，还生了2个小倒霉蛋。想到这里，我越哭越伤心。嬷嬷急忙跑过来想抱走我，而我好不容易在这屋里看到一个自己满意的宝物，怎么可能就这么乖乖的被抱走？我顿时哭得撕心裂肺，脑袋偏向爹爹常红轩的方向，胳膊冲着常红轩挥舞。此时还沉浸在我笑容里的常红轩终于懂了我的意思，我指着的方向是他的腰间。常红轩低头看着自己腰带孤孤单单的挂着一个玉佩，这是父皇送给他的玉佩，从小他便带在身边，从不离身。而此刻我想要，嬷嬷是跟着太子出来的老人。看到常红轩盯着腰间的玉佩犹豫，眼中闪过慌乱，他连忙阻止：“不可啊，殿下，这是皇上给您的，怎可随意任由孩童把玩？”可常红轩听着我的哭声，想到此前因天象突变直指东宫时，父皇在他离宫前说的那些失望的话语，自己更是前程未卜，区区玉佩而已。于是，一咬牙将玉佩拽了下来。没有什么不可的，这也是父皇的孙女，想来父皇是不会怪罪姑的。我拿到了玉佩，激动的咯咯笑。可惜我没有牙齿，只能爱惜地吸吸着浓郁的黑气，好香好香，黑气快都到我嘴里来。常红轩哭笑不得，忍不住伸手蹭蹭我的小脸，我勉为其难地蹭蹭了他的手指。如果没看错，这大倒霉蛋爹摘下玉佩的瞬间，身上的蓝色气运团好像瑟缩了一圈。现在还看不清人的我，所有人在我眼里都是一圈一圈的气运团。娘亲时气运爆棚的橙色，倒霉爹爹和2个哥哥是蓝色倒霉鬼，其余还有各种颜色。看着爹爹少了一圈的蓝色，果然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倒霉。可这一家都这么倒霉了，居然没有一个夭折的，这不应该啊！这时嬷嬷尴尬的笑笑，趁着把我喊给娘亲的机会，把玉佩从我怀里拿走，还给常红轩：“太子殿下，这玉佩不是随便的玩意，还是快快收好吧。”我见状立刻哭了出来，这老嬷嬷欺负我年纪小，要不是我现在力量虚弱，我一定敲死这老太婆。娘亲虽然刚生产完，此刻虚弱的都坐不住，可看到这一幕，此刻也忍不住发起火来。放肆！殿下的事岂是你能做主的？玉佩再贵重，也是孩子父亲的东西。殿下愿意宠的女儿，你反倒多事起来。所以到底是皇上觉得我女儿不配，还是你觉得我女儿不配？拿着玉佩。我一听娘亲在维护我，我决定以后一定护好这娘亲。娘亲见我笑嗔怪的，用食指点点我的鼻头，小傻子。她看到一旁站着的常红轩，不免连带着有些埋怨他：“你要是真心想跟女儿玩，拿过来便是了。站在那还以为是多么值得犹豫的事呢，还是其实是你不想给？”常红轩被娘亲当着众人的面一通埋怨，心中多少有些许不适。可娘亲刚生产，他也不好说什么，于是转头沉声对着嬷嬷道：“嬷嬷，你在叫我做事。”嬷嬷扑通跪下，后知后觉自己方才着急了。可于贵妃她说过，不肯让太子与这玉佩离身，否则拿他是问。于是嬷嬷将头更加紧贴在地板上：“殿下，老奴知错，老奴也是为了殿下好，圣上亲赐之物，如何小心都不为过，是老奴僭越了，老奴再也不敢了。”常红轩把手里的玉佩拿给我，嘴里的话却是警告嬷嬷：“这不是你擅自做主的理由，难道我们夫妻2人不如你一个？”嬷嬷满心懊悔，她好不容易在东宫熬了这么多年，马上要毁于一旦。常红轩见我一碰到玉佩就不哭，不免气笑了，眼睛还没睁开呢，就是个小机灵鬼。常红轩待了片刻就离开了。这次他从小厅院出来，一路银白的月光铺路，感觉自己心口隐压着的玉气神奇的散去了不少，竟然少见的神清气爽起来。青山刚刚不知道忙什么去了，此刻忽然从长廊跑来，他神情有些激动，声音不免颤抖几分：“殿下，我们的人已经找到李将军了。”常红轩听了这消息，也手指颤了颤。4个月了，他误信幕僚呈上来的罪证，以为李将军不但违背军令与晋王有联系，还误会他因为一些意见不合与自己有了嫌隙，这才导致父皇要定李将军罪时，他没有为这个昔日的下属多说一句话，导致李将军叛逃，带着媳妇孩子消失了。现在所有人现在都想找到说服李将军，让这样的人能归于自己麾下。常红轩道：“无论如何，都想办法将人安全带回来，此次行动不可有一点闪失。”青山有些犹豫：“主子，我们还要用李将军吗？”常红轩知道青山的意思，不能成为挚友，也不能是仇敌，青山应是立刻消失原地去办。这是常红轩4个月以来唯一的一件好事。他习惯性的去摸腰带上的玉佩，没有了，脑子里突然想起我的脸，他还没有给我起名字呢，我一出现就马上给自己带来了好运。他一定回去想一个极好的名字。次日娘亲试着把玉佩从我的怀里拿出来，可是试了好几次，我还是把东西抓得死死的。常红轩一脸喜色的上朝回来，但一看到娘亲的瞬间，他神色有些不自然。母亲早就将昨天的不快急切地问道：“想好女儿的名字了吗？”常望舒，情叶要相似。秋堂对望舒，望舒是天空明月，最是圣洁无瑕。母亲听起来也颇为满意。小名呢？常红轩接连饮了几口茶，似乎难以启齿，许久才憋出2个字：嘟嘟。娘亲皱眉以为听错了，常红轩张了张嘴唇，想起了那个荒诞的梦境。昨晚梦到一个长着尖牙的小姑娘指着他说：“倒霉蛋爹爹，我就叫嘟嘟，不然吃穷你。”
他板着脸道：“就叫这个小明，不必多问。小明不过是自家人叫叫而已，而且梦里的东西总是要信3分的。”常红轩本想拿回玉佩的，但小家伙此刻睁眼了，他但凡敢伸手，小娃娃就怒瞪自己，眉头皱着，极其不开心的样子。他想到自己为了一个梦就给女儿起了一个不像样的小名，只好将手缩了回来。罢了，拿着玩吧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这个玉佩自从离身，他今天好像没有平时那么倒霉了。以前在东宫住着，也避免不了平地一下摔，可今天是坐着马车回家的，居然出奇的顺利。以前听说夏朝10宫门口总会堵着一堆人，他今天倒因为留下来和父皇说了几句话，错过了堵车的时间，一路上也没遇到故意前来整幺蛾子的人，可以说得上是顺利的出奇。他心情愉悦地将我抱起来，在屋里溜达一圈，我这才第一次见到这次这一世的爹爹，眉眼温和，行走间举手投足都散发儒雅气质，是个风度翩翩的男子没错。我虽然不会看面相，但少说自己也轮回几次了，这样的长相不该是个倒霉蛋啊。况且他是谁？太子殿下。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这个人身上根本就没有紫色的帝王气运。我想狠狠拍自己的脑门，这都是什么事儿？怪不得倒霉呢，这就叫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命数上就不会太顺。但这人是我这辈子的爹爹，我还要靠着这个家吸食更多财宝呢。人类的帝王之争是你死我活的争斗，我可不能让这个家垮了。可我昨晚吸的那一点点纯粹的黑气都用来托梦了，现在暂时还没有能力再去算算家里的运势。我看看自己手里的这个玉佩，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，结果被我抱了一个晚上，黑气就只剩下灰色雾蒙蒙的晦气了。我最后狠狠吸了一口，将上面的剩下的一点东西都吸进体内，然后嫌弃的将玉佩丢开。可能我最后一口吸得太使劲了，忽然一丝甜甜的味道钻入体内，这玉佩居然还施过咒，这味道，还是高僧施法的诅咒。味道太好，饕餮本来就是上古的邪物，这些诅咒对我来说就是大补品，只是被我稀释走诅咒，这个玉佩就剩下保平安和滋养人的作用了，我有些可惜。又一件稍微能被我看得上眼的法器陨落在手里了。常红轩不嫌弃地捡起玉佩，准备再带了回去，可触摸到玉佩的瞬间，指尖一片温和，他有些错愕，这玉佩他戴了10几年，每次入手都是冰凉一片，怎么今天居然有了不一样的温度？难道是孩子给捂热了？杨亲走过来，看常红轩愣住的模样，他也将目光看向了玉佩。你的玉佩是不是这边有红血丝来着？常红轩也看了过去，这些年把玩这玉佩，让他无比确信玉佩没有被调包，可是那一缕红血丝确实不见了。杨亲拿过玉佩给常红轩戴上，入手时是同样的错愕，是嘟嘟给你捂热了吧？他意外地看这个东西越来越顺眼，这是父皇亲自吩咐匠人打来赐给你的。不是，是于贵妃用得来的玉打了2个。父皇听国师说那是个滋养人的玉，便从于贵妃那里拿了一个给我。于贵妃是太子8岁前的养母，但她更是晋王的生母。杨亲对这个玉佩的心情更是复杂了。杨亲从常红轩手里抱过我，1个月后是嘟嘟的满月宴，大抵会在宫里办。科举刚结束，届时肯定会让还未离京的学子到场，你还是多花点心思在那些还未选定靠山的举人身上吧。杨亲从没觉得一个家是要完全交给男人的，他从小被父亲培养，不是放着那些学识不用，在脑子里摆着看的。太子这一派近几年日渐显露颓势，科举这次也是由晋王的人担任主考官，太子这边已经输了一头，一届科举差3年，3年足够一个仕途顺利的人走进皇上的视野了。太子不可能不吸纳新人，我晓得。至于他晓得什么，常红轩只是不想让妻子担心而已。对于这次科举，他压根没有任何办法，他能插手时，冒尖的人早就被晋王在考试的时候招揽走了，不冒尖的，说实话，就算吸纳进来也没什么大的作用。我软软的将自己的脑袋搁到母亲的脖子里，杨亲的身上有一种热开水散发的暖暖香香的味道，好舒服。我还是婴儿，没有好东西补充能量，只能睡觉。时间一过就是1个月，我的模样出现了大变化，原本红红的皮肤此刻白嫩嫩，圆圆的眼睛，黑白分明的眼珠，已经是个人见人爱的漂亮小孩了。只有一个缺点，杨亲好笑地摸摸我的脑袋，这可怎么办？1个月了，怎么就不长头发呢？长大以后不会是个小秃子吧？我被娘亲指头撩得头皮痒痒，左右快速摇晃脑袋，甚是调皮地躲娘亲的触碰。我的脖子上和胳膊上戴满了金银珠宝，我看着这些东西都没兴致。这些东西虽然都是财富，但是宝物里最低级的。就算我长牙了，把这些东西都吃下去，能增长的能力也屈指可数，一般般喽。没一会我就以一种要闪瞎所有人眼睛的姿态，十分豪横地抱进了宫。首先去见了一个皇帝，我一看他浑身的紫气，就知道这人的身份。被他抱了一下，我顺手从他的桌案上抽了一本香香甜甜的折子，好闻。可是为什么我没有牙齿？我有点可惜地将这个折子从自己嘴巴里拿了出来，一脸心痛地看了一眼皇帝。这老家伙能不能想想办法？皇帝常因前一刻还在恩威并施地警告太子，若是没有好胜心，太子可以换个人做。下一秒就察觉到了怀里的小人抬头看自己，他一低头就对上了一双可怜巴巴的大眼睛。我嘴巴委屈成一个方形，嘴角向下弯，眼睛已经隐隐有水光，这是要哭了。皇帝用食指点点我的小鼻子，哎呦，还是个护爹的，替你爹哭给我看呢。我嘟嘴巴一瘪，谁管那个大倒霉蛋啦？我把手里的东西捏着东西向上递了递。哦，娘亲眉心跳跳，这意思他懂，是要带回去抱着睡的意思。他连忙起身，大概是饿了，还是让嬷嬷抱下去吧。心里想，哎呦，我的女儿啊，折子是皇帝的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你爹都没那个资格看，你倒好，要直接带回家。他刚想伸手把孩子抱回来，只见皇帝低头瞥过已经打开散落的折子，看到里面漂亮的字体。
顿时来了兴趣，许久没见这么比例刚劲、结构精妙的字儿了。他也不嫌弃折子上还有孩子的口水，伸手拿了过来，快速扫了一遍。他突然哈哈哈的笑了起来，满意的点点头，不错不错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刑部的人确实良莠不齐，素养不高，才会导致有些案子办得差强人意，甚至冤假错案。可以理解，人人都不是生来就会的，但那也不是不进步的理由。这个郝云说的没错，可以把经典的案子超越学习，有相似的就可以提供办案思路了。常银思忖了片刻，吩咐一旁的德海，刑部不是总说自己缺人手吗？拿着这个给左尚书说，朕给他找了一个好帮手，一人发挥1000人的作用。再说这人本就是刑部的人，他只是起了一个推荐的作用，就不怕其他五部拿这件事说自己的处事不公。德海笑着拿过折子，左尚书今日就会来宫里赴宴，届时老奴就把这折子交于他。他偷偷扫了一眼折子侧边的颜色，心里惊奇，更是多看了一眼皇帝怀里的我。要知道，不是谁的折子都能递到御前的，这侧边有绿色痕迹的折子，一般由门下省审核整理，写个奏呈上来。但为了避免门下省的部分官员蒙蔽圣听，皇帝会不定时亲自抽检一天，但那也是随便翻翻，并不会挨个看。也就是说，这绿色的折子要被皇上看到，那比赌桌上赢了庄家还难。可就是这么一个折子，被这小奶娃给翻出来了，还被皇帝肯定了。德海拿着折子下去，感叹有些人的命马上就要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了，真是什么都不如有个好命啊！我看着折子被一个不认识的人拿走了，急得2只小胖腿直扑腾，小手也直去够。哎，这不是我挑出来的吗？快还给我，那是我的。常银怀里原本等着他做主的小家伙，此刻不干了。他意外好脾气的抱着悠了2下，好，想要是不是？来，朕给你重拿一个。他随手拿了一个里面没内容的折子递给我，心想孩子而已，反正折子外壳都长得一样，拿去玩就是了。可惜我愣了一下，拿着折子看了一眼，又抬头意味深长的看着皇帝。这皇帝是不是把我当傻子呢？糊弄谁呢？常银有点不想承认，他居然看懂了一个婴儿的眼神，错愕的抬头看了一眼太子和太子妃，发现太子同自己一样错愕外，一旁的太子妃捂着自己脸，低头恨不得钻进地缝里。皇帝这儿作罢，娘亲就拎着孩子磕了个头，急匆匆的去后宫了。后宫一通赏下来，我觉得自己的铜臭味又浓重了几分。晚上属于我的晚宴就开始了，我好好的坐在娘亲的怀里，接受一众人的祝福。可是忽然一个人出现，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，不少在场的人都纷纷起身，我感觉娘亲的呼吸也在一瞬间不畅了。我抬眼看去，与我父亲那个大倒霉蛋不同，这人剑眉星目，眉眼凌厉，举手投足间都透露一股威严，且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已经是皇帝了呢。我侧脸看去，哦，是小倒霉蛋二哥啊！他此刻挺着小身板，嘟嘟囔囔的，很是不服气，但下一刻腰上就被掐了一把，常思盛半梳着的发髻随着他的动作抖了抖。娘亲没看他，只是趁大家不注意的时，默默收回了自己的手，谨言慎行。娘亲警告。常思盛捂着自己的腰，一张小脸屈辱的憋了个通红，半晌憋出一个字。常红轩看着这个弟弟众星拱月的走到自己身前，先是道貌岸然的端了一杯酒致歉，真是不好意思了，今年选出来的考生还真的人才济济，在府里开了个诗会，我不舍拒绝他们，这才晚来了一会儿。一口喝掉杯里的东西后，又笑道：不过府里来的人有几位甚是眼熟，我记得他们是殿下看好的人，我是不喜这样墙头草做派的，可他们非说要留下来，我也不好拒绝。你看太子殿下要不还是晚一些派人来我府里把人接走吧，出了什么意外我可担不起这罪名。他这话一落，旁边立刻有人附和：是啊，太子殿下毕竟是储君，这几人对殿下来说定是很重要，还是别往晋王府那人堆里凑了，还是尽快接回去吧。这话说完，在场所有晋王的人都不约而同的捂嘴偷笑。谁不知道太子这次科举没能吸纳到自己人，如今连看好的几人也纷纷投奔了晋王，关键人家晋王那边早就人满为患了，这几人竟是赶都赶不走。太子不行了，竟是众所周知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是什么？哪个储君有常红轩当的丢人？放肆！你们当是拿谁在开玩笑？目无王法尊卑，我现在就参你一本，信不信？太子身后的几个文官纷纷开口斥责道。晋王此刻脸色也不好看起来，文人斗嘴，一向不戳破脸面，暗示讽刺2句也就罢了。晋王知道太子一向能容得下胆大包天的，不想这次带来的人如此牙尖嘴利，竟然也不管什么场合，直接开口对人。太子殿下如今都带这种不讲体面的人来宫殿了吗？看来外面的传闻一点没错，常红轩一向和善，虽然他已经输了，也想不到办法挽回，但输人不输阵，他没有把自己摊开任人羞辱的习惯。常红轩佯装不懂的挑挑眉，哦，什么话？晋王刚要打马虎眼讥讽回去，却被一个声音打断：皇上驾到！所有看好戏的嘴脸在顷刻收了起来，纷纷拢了拢衣袍，虔诚下跪免礼，坐吧。众人纷纷落座。太监宣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有太子常红轩之女常望舒，聪明伶俐，性纯至美，朕承宗庙之灵，当推恩于宗师子女。今特封常望舒为开会郡主，10亿千户，以显尊贵之身，赐其金册。我游离于状况之外，被人抱着磕头，他则目不转睛地看着德海。身后的小太监，他袖子有什么很香的东西？哇！我看向公公。等所有人起身后，指着小太监用英语哼哼。杨青看了一眼嬷嬷怀里的女儿，装看不见。皇帝说了一些场面话。酒过3巡，他招招手让小太监上前。这次考核的学子确实很不错，朕打算安排进门下省历练。晋王眼睛一亮，门下省可是最接近皇上日常事务的地方。这次他的人如果可以被安排进门下省，那他岂不是可以第一时间知晓陛下的意向？他抬眼看着皇上，心中愈发的得意。父皇这是在当着众人的面帮他，看来自己离那个位置也不远了。常红轩此刻无暇顾及晋王得意的眼神，垂眸暗自神伤。即使他知道父皇已经对自己失望，但对于父皇做的这个决定还是不甘。可只要他办事儿，无论他如何仔细安排，总是差一点。虽然最后他都会及时弥补，可总是会一身的狼狈。父皇明知道此次学子大多都是晋王的人，依旧这般安排，
这就是在明晃晃地告诉众臣，晋王与自己争夺是被他默许了的。娘亲同样脸色不好，他与太子少年夫妻，即使不是爱情，也注定这辈子是站在同一立场的亲人，所以门下省还需得空出一些位置。这批官员的去留镇很是头疼。小太监随着皇上的手势上前，将托盘放在了太子和晋王面前，这是他们写的一些文书。挑挑，若能为你们所用的人，大可以开口讨要。此话一出，满座哗然，更有不知掩藏的官员过于吃惊，发出不雅的倒抽泣声音。门下省的人，皇上要把这些千挑万选的人放出来，这些人比之今年选拔的这些新科进士含金量高了不止一个档次。皇帝这到底是无意之举，还是偏帮太子？给太子塞人，就这么明晃晃的给人，不妥吧？然而他们的意见不重要，工人放好托盘，恭敬立在一旁等候挑选。常红轩知道这是自己扳回一城的机会，从容捡起桌上的文书，认真看了起来。可是看了一会儿，他的脸色便越来越差。娘亲一看太子的面色就知不好，手指绞紧帕子。太子向来运气不好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几乎是出门必衰的极品倒霉。这次选人是皇帝临时起意，压根不存在不公平。他看了一眼那一叠折子，能猜到按照太子的运气和他现在的脸色，肯定是一个可用的冬梅。而反观对面的晋王，越看脸色越是激动，红光满面，岂是一个得意能说清？那晋王看到最后，竟然没有一点风度的笑了出来。父皇，今日您可是送儿子一个大礼啊！儿子真是喜不自禁。他快速从里面挑了5本出来，目光还有些可惜的看了一眼剩余的文书。皇兄看了这么久，莫不是挑花了眼？臣弟这里还有一些，就让给太子看吧。说罢，很大度的让手下把剩下的送到常红轩桌前。引得前来参宴的人连连摇头，太子如此无用，看的文书优柔寡断，半天没有结果。相比晋王，能力卓绝，慧眼识珠，为人还大度。哎，太子意味是势在必行了。此刻满月宴上最生气的莫属我了，我这个宴会主角在嬷嬷怀里，伸手无数次一指那小太监，可天杀的倒霉蛋，我每伸出肉胳膊就会被压回来。常思盛一本正经教训年龄尚且1个月的妹妹，嘟嘟不可。身为郡主，要端方雅正。谁？我？哪个端方？可惜婴儿的面部表达能力欠缺，精彩的表情只剩白眼。眼看我刀中的宝物要被一个小太监带走了，我连基本礼貌也不讲了，眼疾屁快的努了个臭屁，噗噗2下成功熏走了常思盛。咦，臭妹妹！常思盛走的时候还捂着鼻子啊，呜哇哇。婴儿软软糯糯声音带着怒气，娘亲一颗心此刻都在常红轩身上。听到孩子吼，转过头来怀疑人生。怎么好像听到这孩子骂人了？他看着我，电光火石间，脑子里有了一个荒唐的想法。肃穆安静的宴会席，在众人目瞪口呆的眼神中，娘亲通红着一张脸，急走2步，把孩子塞进了常红轩的怀里后，火速离开。支持太子的官员纷纷露出失望的神情。太子和太子妃怎可如此言行无状，这么随意，如何让众人信服？常红轩接过孩子，不管众人言论如何，立刻明白了妻子的用意。看了一眼坐回位置的妻子，发现她此刻正捂着通红的脸，低头不语，有盈盈泪珠坠在眼角，显然要被这些话气哭了。常红轩心中有点动容，娘亲从小优秀，从来没有受过斥责，尤其这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，这回定是看透自己的处境，舍了自己的颜面，死马当活马医，这才把有些特殊眼光的女儿塞进自己手里，这就是他的妻，无论如何都会与自己站在一起的人。常红轩一言不发，抱起了我，一手继续假装翻阅文书。父皇在等他的结果，现在不是他为妻子说话的时候，这些仇他可以记下。这举动倒是让很多官员家眷多看了太子2眼，眼中有嫉妒和惊讶，也有羡慕。我听到了有人斥责娘亲，气得捏紧肉拳，什么欺负我娘？你们这些老家伙才无知呢！什么狗屁政务，不过是一桌子的废纸罢了。我气鼓鼓地看着欲要走远的小太监，伸出肉胳膊指指那个背影，豪迈地用小奶音道：啊，本饕餮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政务。常红轩既然决定今晚荒唐一把，必然会努力配合女儿，顺着女儿的眼睛看到一小太监，立刻叫人拿下他。小太监被几个侍卫拦住，不等众人怀疑太子是否被晋王比下去了，气急攻心，气疯了。那个小太监就立刻没骨气地跪下，浑身抖得像筛糠子。常红轩眼睛微眯，瞧着做贼心虚的模样，果然有猫腻。常红轩迎着众人的目光，抱着孩子径直朝趴跪下的人走去，给我搜他的身。趴在地上的小太监听到这一声命令，脸色惨白的几乎要昏厥。不久，侍卫就从这人身上搜出一个文书，交给常红轩。在场所有人更是倒吸一口气，居然这么明目张胆动手脚，还动到了太子头上，动到了皇帝脸上。皇帝脸黑，直到那本文书被递到自己面前，他随意翻阅后，眼底欣赏之色划过，只是看完之后脸色红一阵白一阵。他直接下令给我审，偷藏文书到底什么目的？还有这歪歪扭扭的字体究竟是什么人写出来的？门下省的人断不会写出如此不像话的字体。常红轩眼睛看着那折子，即使父皇说那文书字迹歪歪扭扭，他还是希望父皇可以把那文书交给自己，那可是人才啊！今年他才得这一个，不能不给吧？忽然他感觉到抱着女儿的那只手背一凉，他低头看去，是一滴晶莹的口水。抬头看向怀里的婴儿，只见嘟嘟此刻星星眼的看着皇帝手里的东西，口水滴答滴答的从嘴角流下来，好香！我的娘，不仅好香，还有一股辛辣酒香味。要是能说话，我只想说，娘亲，莫宝配母乳，请熬一大锅，我喝得下。只是没等皇帝松口，一个令人厌恶的声音响起：父皇，这文书既然是被藏起来的，而臣斗胆求父皇给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，让这位才子自选妻目。晋王如此胆大，
是因为从刚刚就敏锐地观察到了父皇对文书主人的维护和重视，证明这个人很合皇帝的口味。杨亲气得握紧手指，他知道晋王不要脸，没想到居然这么不要脸，看来是平时太子太倒霉，让他忘记他们的对手有多恶心了。明明是太子阴差阳错地发现的这文书，况且这文书更是那小太监从属于太子的那一摞里偷拿走的，凭什么要分给他？杨亲刚想站起来，一个更加年迈的声音比他还提前出现：皇上，如此好东西，老夫们也想见识见识，若是人才，我们这些老家伙恐怕也要争一争，不如叫上此人来宴上展示风采。杨亲一听就知道这是父亲的声音，心下总算歇了一口气。父亲是太傅，一般瞧不上战队，但既然开口相帮了，必不会让太子吃太多亏。皇帝也想见见此人，便答应下来。不一会儿，一人就被太监领着出现在大家面前。此人站姿挺拔笔直，站在那里便是胸有成竹，骆驼英姿，让众人眼前一亮。一听到太子和晋王在争夺自己，隐隐窃喜，不屑地看了一眼抱着孩子出现的太子，直直地向晋王拱手，承蒙厚爱，无功而然，必为晋王效犬马之劳。皇帝的脸顿时拉了下来，这人行为如此不顾全大局，竟然一出现就想踩着太子卖晋王一个好。如若平时，皇帝早就派人将他丢出去了，可他又实在爱这人的能力，只能先忍忍，看实力如何，还是先别急着效劳了，先为大家讲解一下你的文书吧。宫尔然拱手，转身便开始滔滔不绝。我一看此人身上那平庸的不能再平庸的皇气，先翻一个大白眼，还是我来吧。先是遇到文书被拿，此刻又来了一个滥竽充数的，真是小小的老子操大大的心。在无人注意之时，我握拳的小手攀上他爹后脑勺的头发，熟练一揪，常红轩吃痛，立刻被坐在高台的皇帝注意到，发现皇帝看向这里，我努力装可怜，伸手，十分奶香的咕了一声，皇帝立刻被愧疚填满。糟了，他搞砸了这孩子的满月宴。常因不顾时机不对，他低声让德海把孩子抱过来，我坐在皇帝怀里，冲常红轩得逞一笑。太子错愕，看到这表情，好神奇，忽然就不紧张了。他甚至觉得自己也许有可能会意外的赢一把，心里有股暗戳戳的激动。我放肆在皇帝祖父的怀里孤勇，眼看着玉玺就在眼前，够不到。我的天，这可是绝佳的东西，我早就盯上这东西了。好浓郁的宝气，是纯纯的信仰之力。皇帝感受到了怀里孩子的不舒服，便立刻换了个抱法，让孩子平躺在他腿上。这下更是直接把玉玺递到我手边了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小手贴上去的那一刻，嘟嘟舒坦地呼出一口气，好舒服。皇帝看我舒服的叹气，还以为是自己换姿势的功劳，在宫尔然的讲解中公然开小差，点点我的鼻子，宠溺地笑了。我一开始还挺舒服，等意识过来时已经为时已晚，神志正在消散，眼皮好重，不好，我戏太多了。我悲催的最饱气了，在临昏迷前挣扎的举起小手，直直戳向安静品酒的大哥常思正身上。大哥，妹妹我不行了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小脑袋一歪，幸福的晕了过去。常思正在脑子里与假设的对立面天人交战，正到激动之时，一个想法硬生生地挤进了他忙碌的思绪里。折子不是宫尔然这个逼崽子写的，给我弄他！好暴躁的命令，好稚嫩的声音，听到是个女孩子的声音，他看向四周，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。不过此人如此对待太子父亲，他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既然有仇可报，他自然不会放过。常思正默默等待宫尔然噼里啪啦的讲完，思忖片刻，淡淡的在皇帝祖父嘉奖他时，硬是凑上前恭维宫尔然。大人食指老茧明显，想必写得一手好字，杨亲哑然。他儿子这是怎么了？平时是个不爱出风头的人啊。晋王想到父皇说过文书的字迹歪歪扭扭，脸色一变，刚要警告宫尔然不要乱说话，谁知可这蠢货却洋洋自得起来，自幼名师教导，不敢歇息半日，自然不会太差。说完便一副前辈的态度对常思正说教，家事如何不是立身之本，还是要自己的努力才好。这是点常思正呢，他还处在得意中，却没看到周围人听到他的回话，脸色纷纷，脸色一变，尤其是皇帝的脸色更是阴沉。常思正一看皇帝祖父的脸色，就知道自己不用再继续了，转头就拱手拜向皇帝的方向。皇祖父，此人冒名顶替，窃取他人成果，蒙骗陛下和各位大臣，还请皇祖父定夺。宫尔然不知自己为何就被拆穿了，大喊冤枉，他一定不能认。再说抄袭自家弟弟的点子，怎么能算是窃取呢？这是共享，有福同享。可一个字还没出口，就被人捂住了嘴巴，拖了下去。皇帝气愤地将手里的文书丢在桌上，居然在朕的眼皮子底下作弊，给朕好好的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愤然离场前，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晋王，晋王拳头捏紧，他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可父皇没有出口责备，他压根找不到理由开口解释。宴会结束，大家都私下讨论。这满月宴参加的真是一波三折，比年宴都刺激。太子府的马车行驶在路上，常红轩乐呵呵地抱着我晃悠，这是个心大的，早就在父皇的怀里睡得打呼了。杨亲擦擦小家伙嘴巴的口水，看着小脸红扑扑的孩子也笑，跟喝醉了似的。常红轩不说话就笑，杨亲数落他，一个人也没挑回来，还乐呵，闺女真是随了你了。不过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他低喃，看向马车外的风景，心情也不错。马车忽然一阵颠簸，忽然停了下来，听到外面侍卫发怒，你是何人，竟敢拦太子的马车？常红轩撩开车厢的门看了过去，草民拜见太子殿下。今日宴会上的那份文书就是草民所写，草民宫尔和特此来拜谢太子殿下，为还草民一个公道。常红轩一听如此，这不就是他今年唯一进账的人才吗？他立刻下马而去。他做事要扶起眼前这人，只是一伸手，就有一群人匆匆赶来。太子殿下，不要偏信我这顽劣不堪的二儿子胡说，他就是想冒名顶替他哥的功劳。常红轩一看跑来的这老头，这不是光禄寺少卿宫尚志吗？他就说今天的宫尔然对自己的敌意那么深呢，原来本就是晋王那边的人啊。这小子自从知道他哥出了意外，就马不停蹄的从家里偷跑出来认下功劳，现在更是胆大，敢直接拦你的马车。老臣这就把这逆子带回家去严加管教。
省得在外面丢我们公家的脸。说着就要叫人把跪在地上的人带走。宫尔和摇头，我没有，那确实我亲笔所写。殿下，我不能被带回去，带回去我就没有活路了。殿下，求求你救救我！常红轩看着宫尚志当着自己的面就敢如此大胆，真是丝毫不把自己的放在眼里了。他直接抬手一挥，几个黑影窜了出来。没一会，宫尚志他们便被制服了。太子殿下，你其一多管别人家事，其二你纵容包庇小人，你就不怕我参你一本吗？家事？常红轩指着宫尔和断了的头发，你们还是一家人吗？宫尔和满脸恨意的开口，不是。宫尚志一听这话，直接气得破口大骂，你这个逆子，你就是嫉妒我对你大哥好。你大哥在牢里，他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跟你没完。你别忘了，你姨娘还在府里。宫尔和听到这句，两眼通红，两个拳头捏得死紧。宫尚志自然知道宫尔和比他哥强，但那又怎么样？不过是一个数字，上不了台面。此刻宫尚志放肆哈哈大笑起来，知道害怕就对了。你最好是亲自去大理寺澄清那不像样的字体，不过是你的恶作剧，是你嫉妒你哥的才华才惹怒了陛下，点子还是你哥想的。那我会考虑再多让你那个废物姨娘多活几年，无所谓了。宫尚志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无所谓了。你以为我在宫门口如何敢割发断亲？因为我姨娘已经死了，她为了不拖累我，自枪在了屋里。她已经过世半月有余，您的好妻子难道没有告诉您吗？说罢，宫尔和重重地朝常红轩磕了个头。太子殿下今日救我，我以后定当为殿下效劳，万死不悔。常红轩扶起宫尔和，让属下夫人上儿子的那辆马车，自己则看着宫尚志，用出彩的二儿子却捞目中无人的废物大儿子。宫大人，你家后继无人了吧？宫尚志脸色一变，不，你不能带走他。常红轩心情真的很不错，转身摆手吩咐道，有一伙人趁夜偷袭太子马车，小郡主受了惊吓，罪加一等，给我打！身后立刻传来拳拳到肉的声音和哀嚎声。车里，常思胜好奇地看着被塞到马车上的人，常思胜毫无边界感蹭了过去，你就是那个写文书的人，瞧着好像也不比我聪明啊。常思胜一把将自家弟弟拽了回来，对宫尔和抱歉道，弟弟年幼，口无遮拦，抱歉，你姨娘死了，我知道你难过，不过你先别难过，你知道你的折子是我大哥多嘴才拆穿的吗？我大哥可从来不多嘴，今天晚上为了你可真的是破例，这是天大的缘分，你应该笑。常思正有时候觉得自己运气不好，多半都是因为弟弟这张臭嘴。宫尔和这才吃惊地抬头看着面前的小公子，只见这孩童小年纪就通身的气派，与太子温文尔雅间带着一丝随性恣意的贵公子范儿不同，同样的眉眼里多了很多洞察人心。说句大胆的话，这小公子看起来比他爹更有王者威仪。宫尔和忽然下跪，多谢小公子。宫尔和没齿难忘，他低头之时却没看到常思正嘴角勾起的弧度，能自食其力摆脱泥潭的人不多。眼前这人虽然故意写了丑字，故意出现在太子车架前，故意露出削了一半的头发给父亲看，但他得逞了不是吗？那就证明是个极其聪明的人，凑巧罢了，不值一提。只要效劳父亲，其他的都不值一提。我那日从皇宫回来就彻底恢复了婴儿作息，吃了睡，拉了睡，拉完肚子空了，闭着眼睛吃饱了继续睡，醉了10余天，这才悠悠转醒。这一醒来神清气爽，感觉自己要是现在有一口牙，简直能啃得下一座金矿山。可娘亲坐在美人榻上，没注意到女儿醒了。这李将军总算是寻到了，可他记恨太子，怕是往后再难支持太子。黄嬷嬷给太子飞案头，李将军不效忠殿下，但也不会相信其他人了。此时不用忧心，这些娘亲何尝不知道，只是无论如何都是要挽回的。忽然他想起了什么，来了精神。我听说太子将李将军的儿子安排进了府里，还与思政和思胜去我父亲那里读书了。紧接着我被娘亲当灵丹妙药抱着去太傅府时，一进院子便看到院子里兵荒马乱的，一听思胜和从也打起来了，他心里一乱，提着裙子就往后院走，这就导致被问话的丫鬟还有一句没来得及说出口。打架的俩少爷没事儿，倒是给一旁路过的户部侍郎家的小公子踹到湖里去了。思政少爷去救人，呛了水，昏迷不醒。那掉进湖里的小公子更是已经不行了。娘亲一到后院，就看到鼻青脸肿的两个孩子被罚站到廊下，正奇怪发生什么了。怀里的我忽然睁开眼睛，屋里有一股熟悉的王霸之气。小家伙小手往那边伸，脑袋看向屋门，整个肉团子都要从嬷嬷怀里翻了一个面，这是迫不及待的要进屋去。娘亲要进屋，路过时瞥了一眼二儿子，见只是一些皮外伤，没出什么大毛病，心里刚放下心来，就看见晕死在床上的是思政，孩子已经一脸惨白，娘亲都来不及问什么，一口气没喘得上来，直接两眼一黑晕了过去。太医急匆匆地拎着药箱进来，一看又晕倒一个，也来不及看娘亲，先就最严重的，立刻将常思政的身体掰过来，一顿挤压和过气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闭气这么长时间，神仙也难救活了。他遗憾地摇摇头，脸色凝重。黄嬷嬷抱着我，一看太医摇头，差点也跟着晕了。但一想到怀里还有个小的，立马站住了脚跟。而悲痛欲绝的屋里，我盯着一个无人的地方瞪大眼，好大一坨蓝里透子的灵魂，紫色，是帝王气运的灵魂。再定睛一看，这魂魄的身形，怎么说呢？好眼熟哦，眼熟的我都不好意思吸走他的紫气了。灵魂好像注意到了有人看他，转过头来，我贪吃的嘴一瘪，哇的一下哭了出来。妈呀，这不是我大哥又能是谁？而是这可是我第一次投胎成身怀子气之人的亲妹妹啊！虽然不是每个有紫气的都会成为帝王，但是没有紫气的人是一定不会成为帝王的。平时这一点点紫气被蓝色的倒霉气运掩盖，这才导致我没发现。可现在大哥处于赤裸裸的灵魂状态，这一点点紫气便被我注意到了。可我还没有仗着大哥的威风大饱口福呢，大哥就死了，简直太伤心了。我哭得伤心欲绝，屋里其余人也呜呜的哭。太医遗憾地摇摇头后，给已经没救的常思正脸上盖上了白布。黄嬷嬷察觉到怀里的我屁股一冲一冲的，要去我哥那边去。她抹掉自己的眼角的泪，心软的想着，果然是兄妹，即使不到2个月，感受到亲人的死亡，孩子也知道伤心。我心里呜呜，我的皇帝哥哥，你再坚持一下，老婆子你快给我放到我哥身边去。
去，那可是皇帝啊，以后有吃不完的宝物啊。黄嬷嬷终于不忍心，抱着我趴在常思正身边，让我在最后看看常思正。我一点不敢耽搁，我伸出自己的小拳头，一拳头揍到了我哥的心口。下一秒，白布下的人豁就弄出剧烈的动静，咳，嗨咳，屋里所有人被齐齐吓退一步，诈尸了！小丫鬟白眼一翻，直接昏死。就连行医一辈子的太医脸色也变了。常思正咳嗽了一次，没把水咳嗽完就已经精疲力竭，再次没了动静，逼得我趴在我哥身上蓄力，再刺常思正一拳。只是这第二拳有点没控制好，我耳边有轻轻骨头碎裂的声音。啊，对不起哦，大哥，肋骨好像折了一根。常思正只觉得肚子里有一股暴躁灼热的气体往外冲，那气体一路横冲直撞的从喉咙出来，直接逼得堵塞在肺部的积水井喷式吐出来。常思正这一发动作太大，棉被滑落，迟迟赶来的太医直接被吐了一身，愣在原地。黄嬷嬷硬撑着吼了一句：太医，快看看孩子！一屋子的人终于因为常思正渐渐恢复的脸色而恢复忙碌。黄嬷嬷慌忙抱过我，她不由得多看了两眼这孩子，双手愈发搂紧。其他人看没看到她不知道，可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眼里。大公子每一次咳嗽都发生在我抬拳落拳之后。主子以前跟自己提过，我是太子的幸运星。黄嬷嬷以前是不信的，可现在她不得不信。若是太子妃醒了，她一定要把刚刚发生的事儿告诉主子，保不住这小奶娃真的是天降福星，专门来救主子一家的。黄嬷嬷不由自主地贴孩子，可一定要保佑你大哥活着呀。而此时的皇宫，一个紫色的漆器盒子里突然发出异动，嘣，响动极大，一枚铁钉直接从床底飞了出来，在柜子上反弹后，正好落在于贵妃脚边。于豆央低头扫了一眼，她瞳孔巨震，目光死死盯着自己手里那个小铜人，里面钉了9个钉子，而刚刚插在胸口的那一枚自己飞出来了。这可是他六神无主，脸色凄惨，他死死捂着小铜人。来人，召晋王入宫，就说我病了，快！常红轩太医不放心，还是把常思正扶起来拍了一次，惊奇发现常思正没吐出水，倒是嘴角流血了。我不自在的别开了眼睛，大功可抵小过，小失误。太医掀开衣服一检查，好吗？胸口的肋骨居然也断了一根。他没犹豫，赶紧又开了几个补肝肾和强筋骨的方子，派人去府上拿外敷的药，有减轻疼痛、活血化瘀的功效，又赶着去医治太子妃。娘亲几针就扎醒了，扑在常思正床边就是哭。太医好一顿保证，只要人休息几天就没事了，只是胸口的骨头断了，得休养一段时间。娘亲这才放心，她平复心情就去找常思胜了。这个逆子平时调皮就算了，这次居然还差点把他大哥给害了，真是不动家法是不行了。常思胜本来是跪在外面的，他忧心大哥的情况，也不想逃避责任。如果大哥死了，他看了看那个壶，他想如若能一命换一命，他宁死出事的是自己。跪在一旁的李从也是如此，只是两人一听到常思正没事了，还没来得及进屋看看他，两人就急匆匆地带走了太医。因为被他们一起连累的不只是常思正，还有一个人比大哥还淹得严重，户部侍郎的傻儿子怀俊熙。两个孩子并不在屋里，不知道救活常思正的并不是太医，只是一味的希冀这个太医能将那个无辜的孩子也救活。太医今天也是属实参与了一个争分夺秒的大项目，老胳膊老腿被两个孩子又拖又推的拉到了一个房里。其实他知道自己要救的人恐怕是已经没救了。这一路上来来往往多少大夫摇着头离开，这还不能证明吗？一进屋就看到了坐在椅子上已经算是强撑的姬太傅。季伯汉一看来人，忽然从位置上起来，一把年纪颤抖着嘴唇，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。曹太医知道他想说什么，拍拍他的肩膀，大公子已经没事了，醒了，快去看看吧。他也是当祖父的人了，自然理解太傅为何不在大公子的屋里等着，而是待在这个屋里，只是不想亲眼看着自家的孩子离世，压根承受不了。季伯汉医生因为谏言被下了多少次大牢，他从来没有红过眼眶，此刻皱巴巴的眼角有泪，一个劲儿的抓着太医去屋里，快看看这孩子。太医一进屋就直接退了出来，太傅通知他家人吧，已经回天罚。不，等等，还有一个邪门的法子。